洞察局势，开启视野。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。伊朗事实领导人拉里贾尼身亡，美军打击霍尔木兹海峡导弹阵地，乌克兰无人机连续4天空袭莫斯科。内塔尼亚胡证实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与妻子在空袭中身亡。作为伊朗政坛的重要人物，拉里贾尼曾担任伊朗议长，也是伊核协议首席谈判代表。哈梅内伊身亡后，他被视为伊朗的事实领导人，一直领导针对美以的作战行动。面对他的身亡，伊朗官方起初并未回应，还以拉里贾尼的名义发表了一份悼词。悼念的是伊朗海军阵亡战士，试图遮掩拉里贾尼身亡的真相。随着外界的关注度逐渐提高，伊朗难以压制真相。目前，总统佩泽西奇扬已正式发表官方声明，他强调，对伊朗来说，拉里贾尼的身亡是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，伊朗必将严惩凶手。但在表达强硬复仇态度的同时，佩泽西奇扬再次释放信号，称伊朗将继续抵抗，坚持理性与远见并重。不过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注定伊朗与这2个词无缘。为了彻底打通横道，消除伊朗反舰巡航导弹对国际航运的威胁，美国不再克制。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，美军利用多枚5000磅重的深穿透弹药，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导弹阵地发动了精确打击，并成功将其摧毁。伊朗的反应同样强硬，议长卡利巴夫同日发文称，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，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，霍尔木兹海峡将成为双方战争的前线。而在另一边的乌俄战场，乌克兰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进入了常态化阶段。乌克兰副国防部长维斯库布表示，乌军正在将战争转移至俄方境内，并将系统性打击俄军基础设施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根据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数据，仅3月14日至16日3天，俄防空部队就在莫斯科附近击落了超过250架无防无人机。袭击导致莫斯科4大机场一度临时关闭，最后只有弗努科沃机场成为唯一维持运营的航空枢纽。随着战争的发展，乌克兰越打越强。就在不久前的演习场，乌军打出了极其亮眼的战绩。据乌克兰国防媒体防务快报披露，2025年9月，一场多国海军演习在葡萄牙沿岸启动。乌克兰领导的红方小队对阵由美欧等国组成的蓝方，结果是乌克兰5战全胜。关键一战中，乌军部署了马古拉维奇无人艇，这种小艇采用雷达锡箔材料制造，干线低，吃水浅，极难被传统舰载雷达发现。他们悄然接近一艘北约护卫舰，并且成功多次模拟命中。这种程度的伤害换算到现实里，很有可能造成舰船直接沉没。最搞笑的是，袭击结束几分钟后，蓝方还在通讯频道里问攻击开始了没有，足以证明乌军无人机的战力。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后续局势如何演变，火力军将持续关注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